张伟丽与严小南的中国德比已经结束，但热度不减，尤其是第一回合长达15秒的裸脚，严小南竟生生的扛了下来，而这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李景亮也在采访当中直言，晕了啊，我认为是晕了。我认为就是晕了，对我也是。等一下，我们给小南打电话，你问看是不是晕了，也肯定晕了。我认为是晕了，但是他这晕了之后，你放开之后，你要不管他，他还能睡。整个人其实是蒙有着，因为我晕过，我知道，这不得不承认，因为我晕过，你要不碰他，他可能还会再睡一会儿。亮哥也是性情中人，随后便给小南打电话求证，好吧？如大家所说，亮哥第一句话问我，小南你到底睡没睡？说实话，到底晕没晕？那到底晕没晕？我说亮哥，我有点晕，但我没睡。其实从小南轻松的表情来看，他已经做到了释怀。正常来说，一个普通人被裸脚后不到3秒就会两眼发黑，10秒直接躺平睡觉。如果是专业运动员的话，这个时间确实有延长的可能。再加上小南对这场胜利的渴望，还有首回合即将结束等等因素，他能坚持15秒并非没有可能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4场张伟丽裸脚降服的比赛，看看这些对手最多能坚持几秒。首先出场的是巴西最年轻的柔术宗代奈亚拉赫米利，此女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极强的柔术天赋。年仅23岁拿到柔术宗代，进军 MMA 赛场之后又系统的学习的摔跤，从此更加如虎添翼。对手一旦被他带入地面就在劫难逃，不是被他掰断手臂就是扭断脖颈，因此被称为断臂魔女。这家伙后背上纹龙画虎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而当时的张伟丽虽然在国内难逢敌手，可是世界性的大战经验略显不足，尤其是当时很多老外嘲笑我们中国选手身体僵硬，根本不可能学会柔术。赫米利更是扬言要一回合让张伟丽变成残废。对于这些大放厥词的家伙，张伟丽从不理会，他曾表示他将每一个对手都当成老师，取长补短为自己所用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黑色背心张伟丽，粉色背心赫米利。散打出身的张伟丽早年间更偏向于站立风格，尤其是腿法格外犀利，摔跤和柔术并不是最出色的地方，所以他才会频繁参加比赛，为的就是在实战中积累经验，将对手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。拥有如此胸襟和格局，真是活该他拿冠军。此时巴西选手率先下前抱摔，一头打地面，张伟丽眼疾手快，直接施展断头台，这也算是裸脚的一种。请大家注意时间哦，站太阳拉的这个手臂也比较长，刚刚一举下站立感觉不错。对，张伟丽拿的这个位置怎么样？现在这个角度还当好一脚，7秒钟，7秒的时间，赫米利就顶不住拍手投降了。看他的状态还算清醒，说明7秒并非极限。但作为柔术高手，很清楚自己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。为了不必要的风险，拍手认输是最正确的选择。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精彩回放。赫米利这舍身一扑，败局已定，因为张伟丽瞬间就将手臂插进了脖颈处，随后2只手直接搭扣锁紧，双腿朝其腰间一盘，重心下拉，全身发力。这致命的断头台就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。最后让我们恭喜张伟丽35秒降服巴西选手，拿下胜利。第二个出场同样是来自巴西的麦拉德索萨，在 MMA 领域他曾拿下1个南美洲冠军，4个巴西冠军，6个圣保罗州冠军。与其他专精柔术的巴西选手不同，麦拉是一位柔术和散打同样优秀的选手。自从进入中国 MMA 赛场之后，根本没人是他的一合之将。当时的昆仑决是国内最顶尖的格斗赛事，麦拉一路砍瓜切菜夺走了我们的金腰带。而这场比赛也是张伟丽首次向金腰带发起冲击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也为了捍卫中国格斗的荣誉，张伟丽毅然决然向麦拉发起挑战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白衣黑裤麦拉德索萨，另一边就是中国玫瑰张伟丽。赛前麦拉表示不会主动打地面，声称要用自己的重拳将张伟丽打毁容。可没想到这家伙说话不算数，上来就接腿前扑准备打地面。然而张伟丽的反击格外激烈，麦拉找不到合适的进攻时机，只能作罢。起身后，张伟丽立马高扫还以颜色。巴西选手是说是习练13年的这种散打经历啊。但是张伟丽呢，现在他的站立教练是单独了请的是泰国教练，加强自己的站立。这个比赛进行的是综合格斗，是可以拳打脚踢，包括可以用走右膝，也可以用摔。对，因为麦拉我看他是这种距离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啊，他因为他身高要占一定的优势。麦拉不愧是练过散打的选手，对于接腿这种招式运用的炉火纯青。然而张伟丽又岂会对此毫不知情？只见他顺势勾住对手的脖颈，在麦拉用勾绊将战斗带入地面的一瞬间，张伟丽的双腿直接就卡在了他的腋下，这个位置是非常有利于做三角锁的，同时还可以打出自下而上的肘击。腿没有过来，右腿没有过来，对，如果右腿过来的话，可以用三角锁，对，一个。先控制住他的这种头部，因为我们知道把人的脖子往下一扳啊，你整个身体是会不由自主的往下走的。对，拉去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腿翻过来现在搬不过来，
张伟丽的其实地面的这种肘法砸地应该也不错的，看看有没有这个地面的这种技术，但是这个还拉在上面，所以他奈拉是可以用这个随机这个地面的技术的。对，丁比赛是不一样，他们是5分钟一局啊。一番较量过后，张伟丽挣脱了控制，在起身的瞬间，双手又掏了进去，准备做断头台。只不过麦拉也很有经验，用手臂死死卡住，不给张伟丽机会。可惜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天生神力。只见张伟丽转身拿背顺势一个带摔，就把麦拉压在了身下。随后双手紧锁施展背后裸脚，加油了哦，已经完成了。这波海螺脚有了，坚持，有可能有可能麦拉要投降了，还在坚持，也非常的顽强。对，有10秒钟的时间，麦拉拍手投降，这就是背后裸脚的可怕之处。一旦被锁死，就很难逃脱。如果不趁着自己还清醒赶紧认输，那就要看裁判的临场经验。但凡遇上一个经验不足的裁判，自己的小命怕是要留在擂台上。最后，让我们恭喜张伟丽拿下了她人生当中第1条金腰带。此战过后，犹如开挂一般高歌猛进，彻底奠定了中国格斗一姐的地位。第3场比赛，她的对手是来自美国的爱丽丝·阿德里恩。此女看似人畜无害，却有着蛇女之称。其身材娇小，却力大无穷，常常使用粘着的柔术将对手生生缠到无力，最后再用锁技将其降服。那么她对自己的柔术自信到什么地步呢？声称就算是十字固女王隆达罗西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，并扬言要用自己的缠斗术让张伟丽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。好家伙，你真是应该庆幸自己晚出生了2年，否则隆达罗西绝对把你打出翔来。毕竟就连张伟丽都将隆达罗西视为偶像，而爱丽丝也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险些被张伟丽勒断脖颈惨死擂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场地面缠斗的巅峰较量。黑色短裤张伟丽，粉背猩黄短裤爱丽丝·阿德里恩。张伟丽喜欢隆达罗西，并不是因为对方实力多强、技术多好，而是希望像对方那样在世界擂台上展现女性的魅力。他尊重任何一位对手，却无法容忍一个诋毁自己偶像的狂妄之徒，所以一上来就施展抱摔，主动寻求地面较量。一般这种情况都代表着伟丽真的生气了，摆明了是要在对方最自信的领域将其打服。爱丽丝的地面防守确实有2把刷子，牢牢抱住伟丽的脑袋，拉近2人距离。如此一来，伟丽想要施展杂拳或者肘击都没有空间。可俗话说，躲过了初一，躲不过失误。伟丽那霸道蛮横的力量恐怖如斯，抛出手臂就是重拳洗脸。而爱丽丝突然发现，以往自己无往不利的力量仿佛被封印了一般，根本无法撼动张伟丽这座大山。俗话说，既然反抗不了，那就尽情享受吧。于是爱丽丝就躺平嘛。拿到7成位的张伟丽犹如猛虎下山，将爱丽丝砸的是头晕眼花、七荤八素。随后他抓住其手臂施展十字骨，这同样是一招难以破解的必杀技。然而爱丽丝真的像蟒蛇一样柔软，竟然真的挣脱了出来。不服气的伟丽2、3、4准备再来一次，可惜还是没能彻底锁死油滑的爱丽丝。看到这里，不由得对这家伙刮目相看，单这番挨揍的本事就值得一赞。海瑞，好，咱咱去搞啊！这10秒，谁足？我继续去，我继续去。随着比赛进行，张伟丽始终没有给对手起身的机会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张伟丽，那就是复古之躯。虽然不太好听，但极为契合。爱丽丝使出浑身解数，也难逃必杀之局。最终精疲力尽，再无还手之力。伟丽手臂插入裸脚成型。操！7秒，
又是7秒拍手投降，看来即使是职业选手也很难坚持超过10秒钟。这一战，张伟丽完美展现了自己的摔柔技术与地面压制能力，从而真正进化为6边形战士，最终因其出色的表现签约 UFC， 开启了征战世界拳坛的传奇之旅。而在世界擂台上，她降服了饼干怪兽卡拉埃斯帕扎。作为女子草量级的初代冠军，卡拉无论是摔柔技术还是地面缠斗皆为顶尖，而且她还硬生生砸裂了严小南的眉骨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传奇女王一般的人物，在张伟丽的裸脚之下也只扛了3秒。没错，就是3秒。之所以投降如此之快，小编分析有2个原因：一是张伟丽力量太大，给其造成的窒息感太强；二就是他清楚自己没有了逃脱的可能，尽早认输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也只坚持了3秒，而严小南却硬生生扛了15秒，也难怪网友会对此充满质疑。无论是小南靠毅力硬扛了下来，还是伟丽存心放水，小编都认为2位姑娘是中国人的骄傲。他们2人这一战让街头巷尾的大爷大妈都津津乐道，在无形中推动了中国综合格斗的发展。